保存祖先历史，留给子孙未来，让子子孙孙都牢记历史，敬畏先辈的辉煌历史。这里就是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它原本是新山中华公会会所。该公会迁离此处后，并没有忘记自身仍背负着传承中华的使命，将旧会所打造成历史文物馆。就让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华族的历史故事吧。文物馆一共有4层楼，1楼是大厅，主要以展板形式列出历年来的新山华族重大事件。欢迎来到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那在楼下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是以一个大事记做开场，可以看到就是每一年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呢，我们都会特别把它列出来。例如我们的这个新山9号八路，它是1866年开始的，并且呢，那是当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华人黄雅福呢，他承建了这个苏丹的大皇宫。到现在这个皇宫还保留着。那一路呢往下面的这些时间看下来呢，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些华人来到柔佛这边然后也开始呢建设他们的这些会所创办学校，然后呢还有庙宇这些。柔佛州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我们的皇室呢和这边的华人关系特别的密切。因为我们早期华人会特别来到柔佛州开发土地呢，也是在这个天门宫以及后来的苏丹阿布巴卡的合作下他们邀请华人来这边协助他们的王室呢一起去开发土地这是他们的这个我们历任的柔佛的苏丹都可以看到跟华人的各种关系。这块东西呢叫做甘蜜。早期我们说到那些华人到柔佛来这边开发土地的时候呢，他们最早去从事的行业就是种植胡椒还有甘蜜。你现在手上拿的这块甘蜜呢，是早期呢可以拿来做染色用的颜料它也可以拿来做鞣皮的这个软化剂。所以呢，当时很受到这些外国商人的喜欢，因此呢，他们就委派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商船来到新加坡。来到柔佛这边去收购甘蜜和胡椒，回到他们的国家。可能甘蜜已经看不到了，因为它在1916年的时候呢开始的没落，然后就消失。不过呢，你可以在一些重要的地方，例如像我们新山的这个市议会的这个标志，那个中间的2块叶子，一个是胡椒的叶子，一个是甘蜜的叶子，还有我们路上的这些电灯柱呢，都还可以看到这些保留下来的这些图腾象征了甘蜜和胡椒对这个柔佛州的贡献。那从而呢，也代表了华人在这边的这个重要性。我们楼上呢，一共有3层楼。这边展示的这些呢，都是我们向很多的收藏家还有一些社团会馆呢征集回来的文物主要呢就是早期的新山的一些民间用品，或者是一些很特殊性的，像是这一个柜子呢，里面展示的是这个义兴公司的钱币义兴公司呢是新马这一边呢早期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秘密会社，也就是私会党但是他们在柔佛他的身份很关键，因为呢他是得到官方承认的。当时候呢和皇室合作的呢，很多都是义兴公司重要人物他带来的人手那些开发土地的人手呢，也多数是义兴公司的党员这个是他们辨识身份用的这个信物然后像这个照片上面的这一位呢，他名叫陈旭年，他是义兴公司一个很重要的首领，同时呢，他也是这个柔佛的这个大港主甚至呢，在我们的这些民间传说里面呢，他和苏丹阿布巴卡呢是结拜兄弟的关系所以呢，他的身份相当的特殊，地位也很崇高。他甚至呢被颁发就是这个华人侨长的这个地位，也就是在柔佛王国里面呢，他的
他是华人里面地位最高的。苏丹赋予呢港主呢，他可以铸造钱币，可以贩卖这个烟酒，可以贩卖这个肉，可以开设赌场，而且呢，他可以把那些他觉得有犯罪的人呢关押起来，但是他不可以处罚他们，他只可以暂时把他关押，然后通报给政府，由政府呢委派警察或者是军人过来逮捕他们。刚才我们在楼下看到说这个甘蜜然后我也提到了很多外国的这些商人，他们会特别来到马来半岛这边收购这些甘蜜、胡椒这些东西回去他们的国家。以马来半岛来说呢，我们柔佛州不像吉隆坡，不像这个霹雳州这样子可以开采到很多的锡矿但是呢，我们这边土地呢相对的是属于那种比较肥沃，很适合种植业的，所以呢，从早期的甘蜜和胡椒，到后来的橡胶、黄梨，到现在的这个油棕呢，都是这边很盛产的这些物资然后呢，可以很好的发挥，去帮这个国家赚取这些外汇这一份呢，也是柔佛政府呢很重要的一种文件，我们叫做港契马来文名字叫做苏拉苏艾当那些港主呢，他想要申请土地呢开发的时候呢，他就会得到官方用藻夷文呢给他的一份合约书上面呢就会注明这些港主的名字，然后他所申请的土地在哪里，然后呢他需要缴付的这个税收还有他需要执行的一些任务这样子的这些条件，就会很好的去写在他们的合约书里面。现在这些港契呢，大部分都收藏在柔佛州的国家档案局里面还可以去里面呢翻阅这些档案的原文我们也有调出其中几份比较重要的呢，然后请了一些专家帮我们做了这个中文的翻译让大家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这些内容这边你就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新山这一边早期华人呢他们所从事的行业。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甘蜜、胡椒以外呢我们的市场上呢很多的这些潮州人呢，他们就从事这个杂货店的工作，卖米卖菜卖鱼卖肉。让客家人呢，他们就从事这种中药的行业。广东人呢就是金店、当店还有我们很常看到现在还经常知道的就是海南人、福州人呢，他们是从事这些传统南洋咖啡的工作再来就是这个橡胶业，柔佛这边的橡胶业呢，大部分是由这个福建人所掌握的。这个我们叫做橡胶车在制作这个橡胶片的这个工作里面呢，它会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把胶片压出花纹的时候所用的因为我们知道呢，割胶的时候呢，它有经过好几个工序要把这个胶束呢画出这个痕迹，然后让那个胶水流出来，然后收集完了胶水还要带它去胶房去加工，让它变成这个胶片然后呢还要压扁烘干，然后再压出花纹。2楼和3楼则分别是介绍新山开埠历史，以及华人社团在新山的发展历程。这个5帮呢，其实它指的是就是海南会馆广肇会馆、客家公会、福建会馆，还有潮州会馆这样子的这些以这些方言为主的这些群体主要呢这5个呢是新山人数最多，然后呢历史也最久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统称叫做5帮。像最早呢1878年就有的这个是这个广肇会馆主要的就是它是广府加肇庆人另外呢海南会馆也就是琼州会馆它是1881年成立的，也是新山来说呢历史相当悠久的一个会所反而呢人数最多的这个潮州人
他们的会馆呢是最晚成立的，因为早期呢这些潮州人呢，他们有这个一心公司的保护所以呢他们不急着去筹办去成立自己的会所等到了一心公司呢在1921年正式的解散之后呢潮州人呢才发现其他会馆呢都已经有自己的会所，反而剩下他们还没有这样子的组织所以他们在1930年呢才开始慢慢的去筹办他们的会所。他们除了自己的会所呢是分别独立的之外呢，在我们的这些宗教活动呢，特别是柔佛古庙那边呢，其实他们算是一个整体的虽然这个柔佛古庙呢它是一座潮州庙宇，但是呢它没有限定它的这个信徒是来自什么籍贯你不管你是福建人也好，你是海南人也好，只要你来到这个庙呢，都可以祈求这个神明给你保佑所以我们在柔佛古庙呢，每一年也会举办一场很重要的活动，就是我们的众神出游这些庙宇里面的神明呢，他们就会由这些会馆的人呢抬着这个轿子恭送他们到这个新山的这个街上来这边走一圈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带给新山的市民这些保佑这里就是比较我们收藏品比较多的一个部分，主要的内容呢是介绍第2次世界大战，当日本人来到马来半岛的时候呢，他们在这边所发生的事情也包括我们的新山的华人，当时候呢出现了很多可能被杀害或者是反抗这样子的短短的3年8个月，但是呢对新山的影响非常的大像这边你可以看到一张很特别的这个照片，上面的这个场景呢就是我们的新楼长堤就是我们通往新加坡的那个长堤呢，曾经被英国人炸断了因为英国人呢他们在撤退的时候呢，他想要暂时的拖延日本人追杀他们，所以他就把这个长堤先炸断，然后他们逃到新加坡之后呢，就上那边的军舰，上那边的轮船回到英国，回到印度或者去澳洲避难。新山呢是马来半岛最后一个沦陷的地方但是呢同时的新山呢也是因为早年呢他们的华人呢大批的去捐助这些金钱也好物资也好去中国抗日，所以呢当日军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这边的很多的这些华侨的领袖呢，当时就被抓出来公开的有些杀害这些也是当时候的一些物品，包括我们很常见的这个香蕉钱然后还有这些日本统治的时候呢所使用的课本，这些也是当时候的一些文件可以看到的就是当日军呢战败之后呢，我们的国家呢那时候又是接回就是英国人去统治的所以呢英国人回来之后呢，他也迅速的就是派放这些传单，就是通知大家好像战争结束了现在呢你们又受到英国的保护这样子。不过其实过没有多久呢，这边的不管是华人也好，马来英国人，其实他们对这些英国人已经开始有一点疑问，就是说当这个这个土地有事情的时候呢，到底谁可以真正的保护他们会不会下一次又有人来这边打仗的时候呢，英国又是第一个逃跑的所以他们开始就是渐渐的有想到了想要独立的这种想法，所以呢才有了这个马共的事件，然后到1957年这个马来西亚的独立。另外一个比较新山特别重要的一个文化品牌呢，就是这个24节令鼓你们很多人都应该看过这个24节令鼓的表演。
但是有时候我问到这些来参观的人，24节令谷的起源是哪里？他们说，应该是中国吧，不然还是台湾，其实都不是，它的起源是柔佛的新山，它也是在宽柔学校里面出来的，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位音乐老师，陈辉崇先生呢，他们在举行了一场舞蹈节的开幕活动之后呢，就诞生了一个念头，想要创造出一个特别代表本土华人的这个音乐项目，所以呢，他们的概念呢，就把这个24节气带进去，然后再加上一些日本的这个太鼓的这个表演方式，结合起来呢，变成了一个独创的24节令谷，现在在全马的中小学几乎都有这个鼓队，在新加坡也有，甚至在中国现在已经也是开始有这些马来亚的学生呢，把节令鼓带到中国去，然后培养出当地的鼓队出来。最新的消息是这个鼓队呢去到了非洲。4楼则是以特展区为主，文物馆内有非常多的展览品，透过各种宝贵的文物、图片和视频，详细的述说新山华族的历史沿革。这些文物都被完好的保存下来，供后辈观赏和了解。这一层楼的话呢，是我们的最后一层，然后也是我们的特展区，就是我们不定期的会更换这边的主题。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们的新山中华公会呢，它去年刚好庆祝100周年庆，所以我们就整理出了这个新山中华公会从1922年到2022年这100年的这个历史，把它整理出来做一个详细的这个故事，所以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它跟新山同时期的新山一起经历过这个1个世纪的这个过程，然后也可以看到呢，我们的这个新山中华公会早期就是很热心的去帮助中国救灾也好，抗日也好，不断的呢去跟他们的这个家乡去保持联系，然后呢就是去提供他们尽可能可以提供物资也好，人力也好，尽量的去帮忙他们的所谓的故乡。后来后期他们就是看到他们渐渐的对于这个柔佛，对于这个马来亚有了这个土地的认同，他们主要的对象呢，就是以帮助本地的华人为主，争取华人的这个公民权，像这样子的内容，然后呢，到后面呢，本地有一些水灾一些灾害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主动的去筹整，然后呢去收集物资，去捐助给那些受灾的对象。可以看到这个是早期的这个市议会呢，他颁发那个规则的时候呢，会出一个中文的版本，因为我们新山以前华人很多，所以呢，你出英文的，出马来文的，你也要出一份中文的，大家才看得懂。那我们这边也有展示一些，好像以前我们中华公会呢，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所会用到的东西，像这些会员册，还有这种很罕见的这个中文打字机，它真的是里面的一个一个的字例呢，都是中文字来的，它那个它的文员呢，要操作这个打字机呢，去找出那个字，打出来，打出一封正式的这个信件。历史文物馆丰富了这趟旅程，让我更了解华族的历史故事。喜欢历史的你，不妨来这里参观参观。影片下方的描述栏有导航地图，只要点击一下就可以来到这里。记得订阅、按赞、分享Malaysia Go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关于马来西亚的历史故事。